好，大家好，我是 Steven， 大家好，又回到了我们的老兵聊电影的节目了。荧幕会暗，老兵会淡出，但经典的精神永不退役。欢迎收听老兵聊电影。今天要跟 ET 聊一聊，它的播放平台是在 Disney Plus， 它主要其实是在 FX， 就是福斯电视台。它被迪士尼买收购了。对，然后还有 Hulu， 对，所以它是在这三个平台上面播放的一个影集，叫《异形地球》。我本身就是一个异形迷，然后我觉得这部剧在异形系列里面算是一个很特别的尝试。我说的异形系列不包含终极战士大战异形了，那一系列的，因为我觉得这一系列比较像是。就是片方就是想说异形比较红，很红可以赚钱，然后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对，因为我这是片方合的吗？是福斯出品的啊。我知道，我说是不是他们本来设计就没有在一起？不是雷利斯考特，因为这个其实当初因为出钱的是老大了，这个 IP 还是掌握在福斯的手上。像福斯还是会找雷利·史考特回来当监制。对，这部剧在异形系列里面算是一个很特别的尝试啊，因为他把故事拉回地球，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回到地球过。对，而且有，他其实有回到地球。哦，异形第4集《浴火重生》里面，他们结局就回到地球了。哦，因为他第1季总共有8集嘛。对，你看完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他很不像异形，但是他又用很多异形的拍摄手法，他有致敬很多拍摄手法，像是溶接。哦，对，因为长溶接，但那个好像是。我觉得是第1集啦，异形最早的异形会用这些手法，但詹姆斯卡麦隆都好像没有很爱用这个手法。但我懂你的意思，我第一次看完，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文青的异形。哦，对，因为过去的异形电影比较塑造出恐怖片的感觉。对，这一集很温馨了。我觉得不止温馨，它让我们思考了好多哲学的议题。我觉得有点在呼应普罗米修斯的感觉。什么是人？什么不是人？对，如果我人有意识的话。如果你是机器人，但你的意思是从人类转过来的话，你还是人吗？对，这因为他给了我们太多的问题。我知道这叫什么？叫什么？特修斯之船。对，特修斯之船这个东西到底在讲什么？就是他是说，它是一个哲学命题，就是说，当我就是我这艘船从一开始造出来以后，然后到最后修补，补到它可能原本用的料都已经没了，那它还是原本那艘船嘛？船越需要被修补嘛？对，就是它不同时间不同修补，但例如40年后，其实零件都不是当初它刚出厂零件的话，那它还是当初那艘船嘛？对，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哲学命题啊。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当然是啊，我觉得比较模糊啊，因为我觉得人也是一样。那如果人家把你所有的没有，我要跟你讲一个东西。你知道我们人时时刻刻都在更新吗？我知道。其实你跟例如说10年后的你，人会代谢，像我们每天掉多少的皮屑还有毛发，其实你跟当初的细胞都是不一样的。我懂。对。那我还是我啊。那我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把你所有的资料跟你的思考逻辑跟你的一切丢到 AI， 然后生成一个 AI 的你，然后你会觉得你被取代了？他也没有跟这个世界接触的可能性。有啊，就比如说人家要找你，他就不找你，就直接找 AI 的你。有人要找我打炮呢，他也无法跟那个 AI 打炮啊，他就直接弄一个 AI 的你。那他就用他要带那个苹果那个 Vision Pro 就好了，是不是？这很像那个虚拟偶像你有看过虚拟偶像吗？我没看过。你知道那部吗？我知道，叫 Simon。知道你说哪一部？那个艾尔帕奇诺。对，我知道。他是一个实力导演嘛，他的一个粉丝嘛，给他的一个机器，让他去做出那个虚拟偶像出来。对，但是我忘了谁给他的，应该是他的粉丝，就热爱他电影的粉丝。对，反正他后来他就下不了车啊。那有没有可能去追给你是虚拟偶像？其实也是 T 吧，我觉得。真的吗？我这样讲会被人家杀，会被人家打。不会吧 ？T 不好吗？他是男的。对，他长得很 T， 你不觉得吗？我先跟大家讲 ，T 不是一个负面形容词，我只是觉得他长得比较偏女性化。然后就像我会觉得，好宋承宪好了，袁彬，不好意思，我只记得这些比较老派的韩星啦。对，越描越黑的感觉。对，越描越黑。对，我只是想要说。我觉得 GD 长得很 T 而已，但我跟你说，我会听 BigBang 和 GD 的歌哦。对，所以你要，所以我只是在陈述我对他的感觉而已。对，但我觉得他就是个 T。我们今天是讨论什么东西啊？我们讨论异形地球。好，讲异形地球之前，我自己有做一些功课，然后我发现很多评论都建议我们要降低一些期待，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他们做出的选择是不符合逻辑的。我懂。
但其实主角这样是不难想象，因为他们就是从小朋友就被复制到，不是连 boy 都降智你是兆万富翁的人，然后你的梦幻岛的 security 的安保就是那个样子吗？连一个异形都无法控制吗？然后你创造 Wendy 出来，然后 Wendy 有这个能力，你不害怕吗？对，就他一扫就可以把你们所有的东西都打开了。你的电脑是怎么设计的？还是你就创造出一个病毒你无法控制？他一开始的时候 Wendy 就可以控制所有的电脑，对，电脑就是对，有道理，我没想到哎。然后你都没有想要限制它这个功能吗？这个东西是你创造出来的。对，异形地球设定在2120年，然后它比第一集的异形还要早2年。对，Weyland-Yutani 公司在这个事件之后是。他叫他的一个采矿船，就是当初异形第一集的雷普利那个采矿船去 LV426去探查那个行星，这故事是串联在一起的，很期待他之后怎么去串联这个东西。异形地球，我觉得他遵循了异形系列的一个公式。每一艘船的船名都有特别的意思，像普罗米修斯号，知道吗？我知道，就是火吗？这一集的主要的飞船去带这5个生物回地球的飞船叫马奇诺号。马奇诺的故事是什么？此就是马奇诺防线，应该是一个叫马奇诺将军的人，然后他觉得他可以抵御纳粹德国的入侵，结果纳粹德国在核战没有通过那个防线，所以马奇诺这个隐喻就是固若金汤，但最后证明了毫无用处。马奇诺号也是一样，它的设定其实它应该是算固若金汤吧？对啊，其实也不算固若金汤。你还记得那个它有一个小虫吗？会散播一些什么在？我知道那个在水里面嘛。对，它喷到水里面。你怎么会设计一个东西，设计一个罐子，是他用他的触角，用他的脚就可以把它打开了？里面应该是打不开的吧？异形系列故事不断的重复的一个母题，人类的自大，注定会失败。韦伦尤塔尼公司一直都没有得到他该有的教训，你知道吗？是啊，他明明知道这个东西那么危险。对啊，这个是电影啊。对，一方面电影有娱乐的功能嘛，一方面在做一种反面教材，给我们一些启示。我觉得这还是电影最重要的目的。只要一切都合理的话，就不会有事情发生啦，那也就不好看啦。是啊，所以就是要好看，就是要有不合理的事情发生。那大家都用正常的方式去做的话，就不会有一些意外发生的，也就不好看的。对啊，你知道其实很多的那个科幻呢，写到未来啊，他们都是在讲说未来就会是那种企业文明，未来就是没有国家概念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不合理耶。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合理吗？为什么？因为国族主义其实是应该要被淘汰的主义。为什么啊？因为国族主义是一个人体集体的幻想，但国族主义之重要哎。你看韩国就知道了，韩国从过去几千年以来都被中国压制，然后变成中国的藩属国。对啊。可是韩国在近代化、国族主义兴起、民族主义兴起之后，然后他们创立自己的国家，他们才有现在的国力啊。关于这部分啊，我是一个基本教育派者。但你想哦，国族主义它是贴合着属地主义啊，这一块就是台湾，这一块就是中国，这一块就是韩国。但是未来属地主义变得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未来地不代表什么，重要的是你这个上面你有什么样的科技。未来就是以成就导向、科技导向。今天中国真的把台湾打下来了，那他们可以得到什么？中国永远都得不了什么东西。对啊，对啊。就是你把台湾打下来，你要干嘛？你用你那个制度教出来的学生、教出来的人民，会有比台湾人厉害吗？所以属地主义淡化的同时，也会跟着国族主义会淡化。因为国族主义很容易做出很糟糕的决定，就像俄罗斯侵占乌克兰一样。可以反驳你？可以。俄罗斯侵占乌克兰是俄罗斯忘不掉他过去共产苏联的那时候的光辉，你知道吗？对，我懂。对于俄罗斯的人民来说，我觉得他们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他们曾经是高高在上，你知道吗？对。就现在像波兰好了，或者是像什么捷克好了，那些国家 GDP 会比他们高对啊，人均他们一定会有这种心态很不平衡的感觉。但他们这样打下去，不会把这个情况变得更好啊。他其实没有想要拖那么长啦。我懂。但他到现在。你看现在还没有结束嘛？对啊，他现在就是面子拉不下来嘛。对啊，他觉得我堂堂一个俄罗斯，我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对，我怎么连个乌克兰都打不过？美国是个民主政体啊，因为不同的领导人会有不同的想法。对，但其实川普最近你看川普的行为，他也是在帮乌克兰的。对啊，他一直在给俄罗斯最后通牒。我觉得《异形地球》就让我最新奇的是，他们把它拿来跟彼得潘做一个对比。因为你从第一集就可以看得到，梦幻岛的大老板博伊，他一直在晚上深夜的时候念一些奇怪的彼得潘的故事，对啊，给那些小朋友听。你不知道他，因为他很像是在做 podcast 的感觉。我懂。对，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他旁边有个麦克风，对，他每次念那些很阴森、很怪的剧情的时候，其实都有呼应啊。我知道。他认为他自己是彼得潘，但其实某一个部分他也真的是彼得潘，对啊，就是在一些因为
Peter Pan 在故事里面其实是一个在原著故事里面其实是一个比较偏他其实不是一个善良的角色。Wendy 就是之后也长大了，所以彼得潘就去绑架他的小孩子，回梦幻岛里面。来梦幻岛的小朋友都不会长大。剧集里面是他强迫这些小朋友一夕之间长大。你知道我不懂为什么要让他们有大人的外表？他们的小朋友就让他们有小朋友的外表就好了。可他没有做这件事情。他可能觉得大人外表可以做的事情比较多啊。例如什么？会比较有力气比较大之类的。他可以把小朋友做比例大一点啊，小朋友还可以是小朋友的样子啊，你懂我意思吗？我懂。而且才差一点点，以前他们技术怎么可能做不了？我觉得你强迫那些小朋友长大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对。所以你还记得在第1集的时候，温迪有说：“哦，我的胸部好怪哦，好这个东西好怪，因为他在跑步的时候就会抖。”这个剧里面的角色，就是还有他的一些剧情都写得非常的我觉得非常到位了，把一个小朋友变成大人的可能性都写出来。我觉得这个细节是让我觉得这部戏好看的原因。对。那我先问你1到10分，这部戏你要打几分？大概7.5吧。我觉得蛮高的。对啊，对，但不到8、9分的。8、9分对我来说是一些经典。我看和平使者就8分了。那是因为你喜欢那个风格，你喜欢北兰的风格吧？不是，我觉得他故事就是讲得很好，那几个小孩都有自己的个性，蛮有趣的。然后，但我其实最讨厌你有最讨厌的吗？因为我觉得像 Curly， 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他很讨厌，他到最后他也发现了 Boy 其实不是一个好东西，他根本没有把他们视为是人。我觉得 Boy 一直认为这些叫什么仿生体吗？混合体是公司的商品的一部分。在真实世界假如有这种实验的话，大家应该不会用那么拙劣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因为故事设定的 Boy 就是一个不知人情世故的人。其实我觉得 Boy 是合理的，马斯克有点像他。但马斯克某一个层面他是正常人，你知道吗？对，他是个你知道马斯克妈妈吗？我不知道。他妈妈很漂亮，一个白头发的妈妈，他妈妈好像是模特儿出身的。你看他妈妈就知道是马斯克应该是正常人，因为他们家每一个都是事业成就很棒，就是他们的教育一定是比别人跟别对，这不是好跟别人不一样啊。我们不能用好坏来对，你知道我最近越来越政治正确了，但我觉得这样子也很难去讲一些对啊，这样子。有时候在表达自己的话很难讲，但我还是越来越左。我本来就蛮左的，但我某个部分又很右了。例如你讲到认同这个东西，我觉得我是很右的，但我又不喜欢，但我又很不喜欢民进党，但我也不会说我自己是国民党，对，所以我觉得是看议题了。我觉得本来就是像广谱一样，我为什么一定要照你的方式去做？而且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啦，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对或者是事情。对啊，例如说你上次去光复乡，马太阳念对的这个事件是谁造成的？其实都不是两边造成的。对啊，可因为这是天灾，它是上次的地震所引起的堰塞湖。对，然后可是我不懂为什么中央在怪地方，地方在怪中央。也没有，我觉得因为我有特别去研究过法令那些，就是山川是中央负责没错，但是撤离的责任是交由地方。我觉得我们要吵架了。军方什么时候进来的？军方是最近进来的。对，怎么拖那么久才进来？你知道我爸爸不好意思，因为我是南投人，然后我爸爸是军人，我爸那时候在921的时候，他说李登辉那时候的指挥是非常清楚、非常快速、清楚的。现在会有那么快速的决策环境吗？我觉得台湾有点在倒退走，就是不是我想讲李登辉好或不好，因为但我自己是很喜欢李登辉啊，我觉得他实在是太伟大的一个台湾政治人物了。但我要讲说，当初921那么921中部的路全部都断掉了，你知道吗？可是我爸隔天就直接进驻，然后因为我爸那时候是在军团里面，因为他们挖很多残骸尸体，挖到最后他觉得他晚上睡觉都睡不着，然后但为什么一个土石流到最近军方才进来？就你在干嘛？就是我觉得中央你在干嘛？可能前面有进，只是没有，不是主导。你就在帮他们讲话啊？没有，你就没有帮我一起骂中央啊？就是为什么那么慢？为什么要是我们这种东西？为什么是我们一般人民众来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不是你第一时间就进驻了？因为你明知道有这个事情发生，请问花莲有很难抵达吗？我觉得花莲没有比南投难抵达。对，因为南投那时候是921地震，回我家的路，你知道我家的路那时候是有个断层，是。他隔天下午，他们紧急，你知道我妈那时候还开车开不上去，你知道吗？要回我家。对，我们那个路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中央，我们现在是不是在骂中央了？对，他是民进党的支持者，这可以剪掉，很尴尬。为什么会讨论在这边呢？我最讨厌那个印度人，
我最讨厌史莱尼，他在闹事对啊，而且他其实可以跟那个工程师是那么爱你对啊，他没有手机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我问一下，为什么温迪可以连主机，然后还可以去开门，为什么他们不行？你是不是差别待遇？对啊，还是因为温迪比较聪明。我不知道，知识分子。吓我一跳，什么声音？不好意思，我的那个我的 Siri 跑出来讲话了。异形地球其实它就是一个，只要有人开始搞一些有的没有的，有人开始搞事搞事也是中国用语吗？你赶快回中国好了。我要上海没有，我们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你要知道中国用语，不然人家用中国用语骂你，你还我爱中华，我爱中华。你看现场表演你会哭吗？会啊，我有一部一直想哭，我忘了，但是我后来还是没哭出来。我上次看的那个剧我有哭了，就是我去看全本音乐剧，就是西贡小姐来台湾演，去年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它是个悲剧，是它故事跟蝴蝶夫人有点像，是从那个蝴蝶夫人改编过来的，然后最后女主角就死掉了，因为她就自杀，她希望她的孩子可以被她美国爸爸带走。我看到我哭哎，就大哭哎，对啊，没有因为因为它的结尾是它那个音乐它就响起来，可是等到音乐结束之后，你就听到大家在啜泣的声音。我们来聊一下温迪好了。好，对，你觉得温迪他有趣的地方是什么？你喜欢温迪吗？还好，为什么？我觉得他为了救他哥哥也是做很多不理性的行为。但他就是人啊，亲人的牵绊吗？对啊，对，就是本来就是会这样子啊。这亲人怎么不会有牵绊呢？对，他可以好好的沟通啊。他其实还好啊，他可以更有更聪明的解决方法。他一开始他去救他哥哥，去飞船救他哥哥，都是很合理的啊。是啊，一般人一定会这样子。他还去跟 Boy 求说他想要去现场帮忙啊。他到后面就变得比较叫什么？比较冷血一点。对，就是，但我觉得这个转变是一定要有这个转变的，因为他一开始我们一开始看到他是在故事里面，她是一个12岁的少女，是她得绝症了，她都光头，对啊，铁头功。我们不能这样笑他，你已经笑了，我没有笑，你不能讲完才是你笑，是你要讲一个很跳痛的东西，不是我没有笑，我是铁头功。我上次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你知道我在干嘛吗？我不知道，我跳那个少林足球，对啊，我少林足球啊。不是啦，不是铁头功啦，她就是一个绝症少女。是，你刚刚讲什么？我会喜欢这部戏的原因，就是因为温妮这个角色。因为你一开始就觉得她就是一个绝症少女，然后得到这个机会，她一开始也是非常配合梦幻岛的老板，他要温迪去协助这些小朋友，就接受那个移转手术，他也非常配合。你以为他是他们的一员，但其实不是。我觉得他的转变是让人觉得很兴奋的。为什么接受完手术就不能跟家人相认？对，家人不能来这边。很奇怪，他一起住吗？如果你真的要控制他，你找家人来不是更好控制吗？但我们不能讨论这个东西，因为这是故事设定。假如他不这样设定的话，家人都在旁边的话，哥哥结束战争也可以来陪他一起过生活的话，对啊，就不会有这些故事。所以你去讨论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但你想，如果你是 boy， 你不觉得这样反而比较好操控他们吗？我觉得这些小朋友会维持他小朋友那个样子。例如说，我就想出去玩啊，爸爸为什么不能带我出去玩？对啊，他的实验就会有一些问题。你不想要配合公司，我就拿你家人当威胁就好。他们也那么残酷了。我说，他们可以这样子啊。异形的系列故事设定就是大公司请你去遥远的星球挖矿，大公司说要去探查人类生命的起源。对，这些东西其实美其名是这样子，其实他们都有更多目的啊。韦兰先生他当初在普罗米修斯。他真的是要去探查人类的起源吗？他们目的虽然是一样的，韦兰先生他想要获得永生，你还记得吗？对。然后这些大公司的目的都不是那么单纯、那么纯粹的。一定的啊。对啊，他美其名是想要帮未来人类获得永生。但其实他们是只想赚钱而已。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频道？我的想法是觉得如果可以赚钱也很好，但我觉得那部分是大部分是好玩啊，所以我们就是一般人，你知道吗？所以我要模仿。我们如果真的要这样证明，我们就要拍一集，就是真的可以赚钱的一集。我们要拍什么？我也不知道，找跟辣妹来。辣妹有个 F 罩杯哦，我有这些朋友了，我现在就帮你找一些，我请他穿一些很辣的衣服，你一直看这个。我不会看他们。真的吗？因为我对那个没有什么兴趣。我觉得你讲这样子，你老婆会开心吗？还好吧，她知道我爱她的灵魂。因为在这个剧里面，他不只介绍异形，他主要从遥远的星球带了5个不同的生物回来，其中一个是异形嘛，另外一个是章鱼眼，对，还有食人花，对，还有那个很可怕的蚊子，那个就是后来把其中一个混合体变成，就把它脸融化了，你还记得吗？对。好，这是第4个，还有最后一个还有什么？还有在水中下蛋啊，下
真的很可怕，吸血虫。这一集的异形突然变得很像小狗。其实我不太清楚它未来就是它下一季或下一季会不会让我有惊艳的地方，但我目前是觉得蛮惊艳的，因为至少我觉得它跳脱出那个框架了。是，但之前不是还有一集那个以前常出现那个女主角还变成异形的妈妈？应该是这么说啦，就是因为雷普利在第3集跳到那个火里面死掉了，对，大卫芬奇岛内部，然后第4集其实是用雷普利的血，对，找出异形的，是对，然后繁衍出异形的，所以后来那个。其实我也觉得他这故事设定很牵强，你知道吗？对，但因为是上皮野菊内岛的，我就算了，因为我很喜欢他的风格。那一集比较恐怖，因为你不会那么好预测。我感觉异形在室内他比较占优势，在野外他可能觉得太大了，他有点害怕的感觉。最后一集就是的一开始本来是这些孩子们被关押在牢里面，但其实他们可以出去，他们只在等待时机而已。温迪的哥哥对跟那个莫罗。这两个角色被关在人类的牢笼里面，但他们同时出来了。对。然后反正后来经历过一些剧情打打杀杀，后来变得本来是梦幻岛的主人的伯伊，还有女科学家，还有那个什么管家，全部都被关在牢里，因为管家其实他也无法动了，因为他的腰也断了。对。然后但这时候。你忘掉这时候这时候他有一些空景是拍摄韦兰尤塔尼的飞船，是已经差不多要进驻梦幻岛了。对。然后他没有解释莫罗，就那个黑人角色之后会怎么样？那个女科学家的先生用寄生在他肚子。对。然后不是是贴他脸上。对。然后我那边想说他应该死了吧，就后面他下来他没死他不会爆脸虫的，他的寄生方式就是。他在你脸上，他会供给你养分，还有氧气。对，第一集就是他们的船员跑到那个星球上面被寄生，然后把船员带回来，想要救他，结果发现有强酸酸液，他们无法动这个东西。他们回到那个医护室里面，发现那个虫已经掉下来了。本来被寄生那个人，他会有一段时间会觉得，他自己没什么事，但之后他就会破损了。基本上被爆眼虫袭击的人，基本上是活的。对，他一定要活到。异形跑出来，你刚刚说1到10分，你给这个剧几分？7.5啊，7.5。我会给这个剧8.5。它跟我当初看预告的期待完全不一样。它跳离了异形这个公式，本来以为异形在地球就会大杀四方。我们是算是影像工作者嘛？对，我们自己都会帮他脑补一些剧情。对，我就想说我下一集会怎么写？我假如是韦兰尤塔尼公司的人，我就想要笼络温迪。让他来帮我控制这些异形，可是其实温迪是无法被控制的，因为他跳离了这个公式，我觉得我必须要给他8.5。他用的音乐的品味都非常好，他每一集结束都要用一些摇滚音乐或者重金属之类的，我都觉得赞，我必须要给你8.5。那你推荐吗？我觉得你假如喜欢普罗米修斯的话，我觉得你会喜欢这一集。但我觉得你假如不喜欢普罗米修斯，你想要就是单纯的异形杀入战场的话，你喜欢看那些就是太空惊悚片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不会喜欢这个剧，我喜欢思考他设定的这些仿生人的哲学命题，我会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你看我记得我有看到新闻说马斯克好像在做人脑的晶片的东西，对啊，我觉得这东西其实是现代进行式，对啊，对它慢慢的会进入到我们的生活，未来啦，对我觉得它是有可能会发生，但其实以我们现在的以我的想象力啦，我会觉得怎么可能有人会去做这个东西？可是我觉得很快的，说不定明年或2030年就有新闻出来了，我们可以去买这个东西，帮自己装上晶片。那你会怕你的意识被拿去放在超级电脑里面？这是我的荣幸哦。我觉得这很累，还是我们只要放在里面，它就不会感觉到累？应该是吧，就是不是你会24小时都在工作？对哦，我跟你说我一直在想意识这个东西怎么变成数据，因为我觉得我们最近接触了太多 AI 的东西了，我也在思考这个东西 AI 是不是真的有意识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所谓我们自己的意识，真的是我们现在感觉到，我觉得我自己存在，但我真的存在吗？还是我就是一些电波，一些肌肉血液电波的刺激所组成的一个它大概维持80年左右的一个。的生命体，反正它之后也会消失啊。对，就是它真的存在吗？我自己都会想这个问题。对，当然你越想越多会越可怕，所以我有时候会停止我自己思考这个。不会，当你有了人的情绪，就不会想这些东西。就像你生气的时候，就不会想这些东西。这个命题是从哪里开始？从普罗米修斯开始，让我思考这个东西。可是你看，他下一集异形契约，他就没有想要讨论这个东西啊。对啊，然后可能被资方骂吧。
希望说不要给我这些东西。但我是很喜欢普罗米修斯的。我觉得那个在探讨生命的起源，还有我们那个好迷人哦，对啊，因为我一直都不觉得我们人类会是从地球上面蹦出来的，是对，因为我们跟这个环境那么格格不入，尤其是最近真古德又去世了。真古德这是新的那个，他有个名言，他说，如果我们真的这么聪明的话，我们怎么会不断的破坏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对啊，他讲这句话让我想到说啊，其实我们人跟这个我们人的存在啦，我不讲原始人，我讲我们现代人跟目前这个地球其实是有非常多冲突的，对啊，所以我不觉得我们是原生种。好，我把自己献给真古德。好，对，而且真古德今年4月有来台湾的，你还记得吗？他就是来台湾，宣传一些环境保护的理念啊。但因为你知道我看他的访问，他说他自己其实不想要，他最想要的是他回到他那个森林公园里面去跟黑猩猩相处。可是他其实他知道他自己不能只做这件事情，因为环境保护才是他现在应该要做的事情。伟大的女性，我可以体会他的想法。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每天也只想跟我家猫相处在一起啊。不是跟你老婆相处在一起，猫，我知道是不同层次的东西啦。你老婆是跟他有精神的层次，你们不需要每天都腻在一起。对，但猫就是你就想要跟他腻在一起。所以就是我想抱他的时候，他不会靠北我。今天一行出现在你家，在你前面有你的猫和你的老婆，你只能救其中一个，你要救谁？当然是我老婆啊。哦，正确。废话，我去办回家这什么？办回家会跪算盘。对啊，这什么？好了，谢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那你要用新鲜的方式说拜拜。你这样好像不是在致敬真古德。好，拜拜，拜拜，拜拜。